那么我们今天再多说一个品种，是美股的诺和诺德 NVO， 这也是咱们粉丝在评论区留言比较关心的一个品种。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当前的大概的一个结论。从2024年开始的高点$147向下，是处于一个长期的调整长期的调整。目前看来还没有走完，因为之前的上涨从1981年开始到2024年，那么它整整是走了40多年。那么此处的调整1年时间就结束战斗，这明显不符合波浪当中的这个时间结构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当前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的调整可能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后期的回撤的结构会异常的复杂。如果单纯这个回撤的幅度上来看，我们先画一下这个黄金分割，它是接近了黄金分割0.618的位置也就是$55.89。那么只能说第一波回撤的幅度是非常的深。如果是比较乐观的，那也就仅仅能说明一点，回撤的第一波是不是有可能会结束？因为我们知道上涨行情结束之后，后面大概率是要跟随着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浪。那也就是说，这里有没有可能是 A 浪结束的低点？这是最乐观的一种看法。如果 A 浪在这里结束，那么后期这个反弹的 B 浪，它这个幅度还不小，那至少也是能看到$100或者以上的位置。那下来我们重点来分析这一波$147下跌至今的这一波走势。这个高点我们修正一下，应该是148.15，下跌的低点是在57基本上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0.618的位置。那下来我们就将时间跨度先看一下周线图，然后再看一下日线。从这个上述走势来看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它已经向下运行完了7波行情，是有结束的可能，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跌破之前的这个低点57，因为一旦跌破57，那么就意味着它会从目前的7波走势发展成一个9波推动。从整体的结构来说的话，那这个 A 浪，包括我们从周线上来看，它向下运行的速率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基本上是形成了一波流的一个形态一波流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里是存在2种预期。第一种就是之前的下跌这个7波走势非常快，形成了 A 浪，那后期整体向上，它必然会存在一个反弹的 B 浪，而且这个 B 浪的幅度还不会小。保守一点的话，会看到0.382到0.5这个区域也就是91到102，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目标。但是刚才也说了，有个前提，下方的这个57或者是56.98这个低点不能被跌破，因为一旦跌破，它必然会向下发展成一个推动，也就是说这个 A 浪内部会走出9波，那这个第9波可能的落点就会比较深。我们再看一下月线图找到一下看一下周线图好了，找一下下方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如果发展成第9波的话，那下方的支撑就会变47.40到45.60这就是第9波的一个下跌目标，这是一个备选方案，就需要等47.40到45.60这个区域我们再考虑做多。那么我们再返回这里，如果此处前期的7波下跌一波流 A 浪结束了，那这里可能就是震荡会往上运行。可以看到是2种截然不同的一个走势走势特征。那这里我们就要找到这2种走势特征在点位上的一个区别点。我们将时间周期切换到4小时图，拉取最后这一波的一个黄金分割走势，向上发展的小级别第一波走势完成了，可以假设它是一个 A 浪。那向下运行呢，目前来看没有走完，最终的落点有可能是在这个黄金分割0.618到0.764这个区域，也就是62到60。如果这里能出现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话，才有可能向上再次发展出这个上涨的推动浪。所以说这里也是刚才所说的2种预期的一个多空分水岭就是$60这个点位不能被跌破，一旦跌破，
那前期的低点57这个位置肯定要破，下面就要看得比较深，看到刚才说的47到45.60这样一个区域了。所以当前这个位置来说，如果我们把仓位放小止损放小，是存在这个博弈的机会的是存在博弈的机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做好一旦跌破就要止损离场的这种准备，因为从月线上来看，指标开口并没有完全减缓的迹象，所以这里可能会是反弹震荡，啪再杀一下来完成这个最后一跌。同时通过时间的拉长，指标在相对底部走势比较钝化，出现缓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还是处于直愣愣往下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当前这个位置，你说如果要博弈清仓博弈是可以，但是绝对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位置，只能说是博弈。通过以上的梳理，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美股诺和诺德的一个波浪结构形态当前虽然是跌到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是存在一定的机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机会可能风险还是比较大，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行事，小仓位、小资金、小止损可以博弈，但是不建议上仓位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去留言通过这个频道，我们也是一个相互探讨、相互交流的这样一个环境。涉及的品种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好，今天下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